成亲都是要闹洞房的，你忍忍不就过去了？他们动手动脚也是你许的？输了游戏那也没办法。再说了，不过牵个手摸个脸，最多搂搂抱抱，事后我又不会嫌弃，何必将人捅伤，害我丢了颜面？哎，这种话都说得出口，你混蛋！我叫苏映雪，荆州首富之女，自小养在闺中读书守礼，学官家小姐那般端庄持重，落得个贤良的好名声。及婚龄，上嫁护国公独子温承泽，可大婚当夜，等来的不是夫君，而是一群闹洞房的流氓无赖。你们是谁？滚出去！承泽这小子艳福不浅啊，夫人生得如此貌美，若非借故闹洞房，却养的大家闺秀，咱们这一辈子也见不着啊！今儿个却有机会一亲芳泽呢。别过来！还是个烈性子，先把这碍事的衣裳剥了，才方便咱们闹洞房啊！吓唬谁呢？来，往哥哥的心窝里戳，吃了这个，看你还装什么贞洁烈妇！心窝是这里吗？我以为自己嫁进的是父亲精挑细选的高门大户，没成想却是个装满黄汤的污秽之所。你这人怎这样玩不起？拿自己夫人的清白与人作赌，你也算人？别胡说啊！闹洞房而已，与清白何干？要不是瞧着你实在美貌，我堂堂小公爷何必娶一个商户的女儿？没想到还是个不懂事儿。你现在去跟我的兄弟道歉。休想！虽然门户低了些，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行，那我去看看。你今晚自己睡吧。谁又比谁更亲热？呀，姑娘瞧这面生，红回来吧。挑个干净的送来。好嘞，您里面请。新婚之夜，他怎么来这种地方？今夜就有你。这事儿你无需操心，今夜不许人来打扰。是。姿色不错，干净吗？若记得不错，你是护国公家的心腹。若记得不错，你是护国公家的心腹。知道的太多容易没命。不明不白做了你的生意，来日护国公追究起来，我还是没命啊。小公爷欺人太甚，大婚之夜纵人下药，意图害我清白。不愿尸身却来此地，何意啊？温承泽愿做乌龟，我满足他，但人得挑我自己想要的。这女子怎与传言不符？行不行？不行换人来。姑娘如此坦诚，我岂有不帮的道理？多少钱？3000两，包您满意。我终于生出爱的羽翼，飞越孤单海域，寻找你的岛屿，可世界一望无际。都怪你不懂事，害我昨夜好一顿赔礼道歉，又喝了整整一夜才叫兄弟们消气儿，渴死了！给我倒杯水。这是什么？喜帕。昨夜我都没与你洞房，喜帕何故落了红？谁干的？我从未走出这间屋子，你说谁干的？妈的，说好只做游戏不动真格的这帮孙子，我跟他们拼了！你发什么疯？你若拼死挣扎，他们还有可乘之机吗？你纵人欺我辱我，现在却在怪我。他们不敢闹出人命的，你为什么不挣扎？他们昨天是捆你了还是绑你了？该不会是为着一颗调情的药，你就主动在人家身下承欢了吧？畜生，滚开！你疯了！我就是疯了。温承泽，害我受此大手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焦大夫，焦大夫！方才成亲就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不过是几个年轻人闹洞房罢了，你忍忍也就过去了，有必要搞成这样吗？现在承泽伤成这样，州院潘家的公子也被你用剪刀扎伤，这两家今后还怎么见面啊？到底是商户家的女儿不懂规矩，婆母出身官家，想必很懂规矩。那是自然。不知当初与公公大婚之夜被人闹洞房的时候，
是不是坤一姐代主动相迎了？这叫什么话？没这样的东西，老夫今日就……大周52城3400县7000多处说书点，均为我苏家产。公公若想要自己后院这点事天下皆知，请便。公公若想要自己后院这点事天下皆知，请便。你看你挑的好媳妇儿。传言说她温顺乖巧，知书达理，谁知竟是这样的泼皮无赖，我也是上了当了。别把自己说的这样无辜，护国公是世袭的爵位，可惜后世几代只靠祖荫未有官爵，早不复当年的荣光，官家贵女未必肯嫁的。休了他，现在立刻休了他！休我！公公挪用朝廷银子的亏空，若是补不上，待东窗事发，只怕这爵位也没了。是世界无人的盼望，是黑是白是烽烟，何奈今天间山河本有。小姐受了委屈，何故不离呢？父亲一心想叫我嫁入高门，家是回不去了，须得在此地休养些许时日，待时机成熟后离开京城。那我跟小姐一起走。谁？你的夫君。滚出去！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哪有分居的道理？欠你的东方花烛，我今儿个就给你补上。不需要。都没嫌你被人脏了身子，你还敢给我脸色瞧？我今天还就非要不可了！你怎么了？我有身孕了。我同你尚未圆房，孩子是谁的？夫君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这帮畜生，说好这是闹洞房的，居然闹成这样！我朝律法严明，他们做这种事是可以报官的。不行，不过是玩闹罢了，报官不嫌丢人的。好吧，那你愿意给别人的孩子当爹也没办法。我要睡了，别打扰我。你拉我来做什么？你夫人的边儿我都没碰到，有了孩子那也与我无关。谁信呢？若你没做过过分之事，他何故用剪刀扎你？别说我没做，就是真做了又如何？别忘了我夫人是怎么死的了。3年前我大婚之日，借着闹洞房的名义把我夫人糟蹋了，一时想上吊自尽，我连手都没碰到就成了官夫，你还有脸来找我讨说法？当日都喝多了酒，不知做了什么。这鬼话就片面自己的良心吗？总之这事儿你爱报官报官，老子不怕，但想以此敲诈老子3200年，做梦！我说你怎么甘心做乌龟戴绿帽？原来这畜生的行径你也做过。你说学派的银子都得沾点灰，谁的心里没有鬼？我说你怎么甘心做乌龟戴绿帽？原来这畜生的行径你也做过。闹洞房而已，谁家都是这么过来的。闹出人命了还不知悔改？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裳，衣服换着穿才有新鲜，但手足情谊伤不得。你若有廉耻，就该如周兄的夫人那般上吊自尽，而非现在这样怀揣着孽种招摇过市。行，你想活就活，想生就生，但我今生绝不会再碰，就让你在这后院孤独终老，看着我与旁人琴瑟和鸣。小姐的手打疼了吧？你说父亲为何执意叫我嫁入高门呢？这官家的好，我可是一点都没瞧出来。那咱们何时才能离开？不急，先送他们一份大礼。祖荫照拂太久，像你们这样的畜生也能高高在上，我非叫你们跌落谷底，一无所有。京中流言四起，说我父亲贪污赈灾银，结党营私，现在父亲都被关押查办了。此事落实，我护国公的爵位都要被收回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公公若是没做，也不必担心，清者自清了。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不信我杀了你！有这个胆子，你早就动手了，何必虚张声势？你这贱人！要护国公是开国功臣，几度救太祖皇帝于危难，这才换来的世袭的爵位。可惜啊，他的后人越发没有血性，真是悲哀。你敢骂我？小公爷，将军要回来了。小叔叔，对，将军听说了温家的事情，连夜赶回京城。太好了，小叔叔是咱们家里唯一在朝中有官职的人，又是平定西北的大功臣，他一定能救下父亲。温家还有这号人物，我怎么从未听说？如何？
都问清楚了，当今圣上新宠征西大将军温慈玉是老护国公的私生子，温家原是不认的，后因其得了圣上恩宠，又军功盖世，才得以认祖归宗。不过此人性子阴晴不定，杀人不眨眼，只怕不是好惹的。大意了，没想到温家还有这样的人，快收拾些细软，先逃了再说。是。人马上就到，你等着，待我小叔叔来了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小叔叔，您可算来了。怎么是他？完了，全完了。苏姑娘，好久不见。救命救命！当初只想着随便找个人解毒，怎么就招惹了这么一尊大佛？他还是温承泽的小叔叔。小叔叔，您快评评理，就是这个女人闹得全家鸡犬不宁。这事我可以解释的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小叔叔，你说要如何处置这个贱人？小叔叔，在旁人面前口不择言也就罢了，在我这里搞废，不要命了？侄儿知错，连自己亲侄子都打，看我做什么？他不会还想打我吧？还能过吗？先说点软话叫他放心，而后找机会逃离好了。应该还行吧。过不得，他腹中还怀着别人的野种，为什么又打我？叫你说话了吗？吵得人心烦。我这里有份和离书，既然过不下去，就签了吧。这是要放过我了？好，我签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你与小侄的事情结束了，与我的该怎么算？雪如下，山月牙，断情丝慢慢发芽，风吹过他的坟土，让我牵挂。你与小侄的事情结束了，与我的该怎么算？我从未跟你见过，有什么可算的？是吗？那是自然，我自小养在闺中，从这个门送到那个门，从未见过外男。小姐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那什么，和离书已经签了，我与温家再无关联，先走了，告辞。小叔叔就这么放过他了？依你所见呢？他四处散播谣言，害得父亲被天下问罪，还与人苟且怀了万人的子嗣，于情于理都该沉塘啊！他如何怀了万人的子嗣？听说是你新婚那夜，就是几个兄弟闹洞房，玩过了头。但女子最重名节，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他就该以死明志，这样大家都体面，何至于闹成现在这样？行，此事回头再与你算账。对，您先救下父亲，然后再处理家事。你是在教我做事？不敢，侄儿不敢。叫他去雇辆马车，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？苏姑娘想出城？没有啊。怀着我的子嗣，还想往哪儿跑？仿佛命中注定的相逢。怀着我的子嗣，还想往哪儿跑？谁说是你的了？哦，当然只是用你解个毒罢了。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厉害。我温家的血脉不能流落他乡，既你不承认，便先在京城住下，待日后产下灵儿滴血验亲，若不是我的，我自会放你离开。你威胁我？错了，我在祈求你。你这人怎么与传言不符？在这一点上，苏姑娘你也不遑多让。正面硬刚我今天肯定做不掉，不如先答应他，之后伺机而动。如何？我坑了温家，万一他们报复，叫我生不下这个孩子怎么办？有我在，没人伤得了你，除非他不要命了。行，那我听你的。这院子挺大，又无人看守，我已经踩好了点儿，只待夜深人静，必能脱身。你怎么坐下了？不然呢？夜深了，你该离开了。我将你藏娇在此，不能叫太多人知晓，故不能安排护卫看守，但又怕你趁机逃跑。思来想去，还是亲自盯着你最安全。过来。过来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成何体统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有些意外，
当初你花3000两与我缠绵之时，也不见得如此拘谨。那不一样，那次我花了钱的，心安理得。没关系，现在你也可以给我钱。你他妈5000两，如何？怎么还涨价了？上回是第一次，没经验，价格自然低一些。现在是有经验的，涨价也是合情合理吧？想得美，本姑娘还偏就不给了。哼！啊，这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？小姐，护国公被剥绝了。多项罪名全部落实，欠了官家的银子也还不上，圣上发了老大的火，说不是老护国公的那个免死金牌，恐怕连命都要丢了。这温慈玉也不行啊，千里迢迢赶回来，照样没能救得了温家。那我怕得个鸟啊！不如咱们趁现在赶紧逃。不急，我带去温家的嫁妆还没要回来呢。啊，这你也敢去要？叫上些人手，随本小姐去护国公府。干嘛呀？哼，落井下石。好在有苏映雪的嫁妆在，还能将朝廷的亏空补上。如此求个恩典，也可叫父亲不必去流放。咱们都已经和离了，还惦记我的嫁妆，不合适吧？给了我的自然就是我的，岂有要回去的道理？好呀，那我就出去给大伙说说，堂堂护国公府私吞女方嫁妆，吃相不要太难看哦。媒婆当时说她温柔守礼，怎么嫁过来是这么个泼妇？媒婆的话也敢信？本姑娘还就除了那天仙般的容貌外，与媒婆所言无一点相似之处。若不归还嫁妆，必叫你温家鸡犬不宁。哎，你那幼弟不是身上眼前的红人吗？叫他们为我们做主啊！愣着做什么？快去请你小叔叔来！温子玉来了，不就知道我偷跑出来了？算了，嫁妆这事我来日再同你争辩。走了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叫小叔叔来。慈玉啊，你可来了！你要为为兄做主啊！完了，他怎么来这么快的？就是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。他们都求我，你怎么不求？我求什么？求我就为你做主。云如此恍恍惚惚，朦朦胧胧，不知人间事。求我就为你做主。为我做主？我没听错吧？慈玉，你怎么……哎，父亲莫要上前，我就是这样挨了2个巴掌。说话我耐心有限，求求你说清楚，求我什么？这人什么毛病啊？不管了，豁出去。求求你帮我把嫁妆要回来好不好？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为何需要？你一次5000两，没有嫁妆我也付不起啊。什么意思？5000两？与你无关。带人去将苏姑娘的嫁妆搬出来。是。贤弟这是何意？人总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，兄长既做了那些事，受点处罚也合理。若是再闹出抢占女子嫁妆的事情，那可真就是连脸面都不要了。这种时候了，你居然帮着外人！外人？他腹中怀着我的子嗣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记恨父亲抛弃你，母亲又不肯叫你认祖归宗，有任何怨言你冲我来啊！抢自己侄子的夫人算怎么回事？抢？你护国公府的女人何须抢？新婚之夜不都是借着闹洞房的名义亲自拱手让人吗？你说是吧，嫂嫂？那又如何？谁家成亲不是这样过来的？母亲身上没有丢了温家的脸面，偏他这个贱人搅得全家鸡犬不宁。他这种人就该死！我虽是长辈，却也只长你1岁，实在不会惯人。苏映雪的嫁妆我带走了，她这个人我也要带走。温家今后命运如何都与我无关，但若胆敢动了伤她的念头，我必叫你们不得好死。温家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功名利禄我自己会赚，何况你这爵位如何也落不到我的身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温家倒了，我心里头是真解气。你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走？哦，来了。都在这里了，要清点一下吗？为什么帮我？你怀着我的孩子，我会给你名分，让你光明正大留在我身边，会为我的孩子铺平道路，教他做人的道理。别说那不是我的，
我有这个自信。我是说初次见面，你为什么帮我？我是说初次见面，你为什么帮我？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肤浅。何况那个时候若不是我，也会换做别人。既然都是要做的，那为何不能是我？你就没有一点道德洁癖吗？温家那老东西强占我娘亲，事后又不肯负责，叫她流落在外不闻不问。你知道一个未成亲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生活有多难吗？她要吃多少苦，听多少谩骂。我是温承泽的小叔叔不假，但怎样对她，我都不会内疚，那是温家欠我。所以你不想叫我离开？我不会让你走我娘亲的老路，更不会让我的孩子做别人口中的野种。可我从未答应过你留下。不急，在孩子出生之前，你有的是时间考虑。如果最后我还是决定离开呢？那我会尊重你的选择，然后尽力为你二人周全一切。其实吧，别用这样为难的语气和我说话。虽然我对旁人是凶残了点，但对你还是很有耐心的。我今日还有公事要处理，你清点完嫁妆就早点休息吧。三月浅浅浅浅，岁岁却不相见。温家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你说这个温慈玉可信吗？这点您放心，我调查过温将军的口碑，所有认识的人都赞不绝口。他就没有什么仇家吗？哦，仇家都被他杀了，没法开口。如何，都齐了吗？不仅齐了，还多了2箱。啊？怎么还不睡？这2个不是我的。现在是了。啊？搬东西的人也不知道哪些是你的，我交代了，能多不能少，多的这2箱就让他们补偿你的了。这好吗？明日抄家，你不拿也落不到他们手上。过来，道德感别那么强，太累了。那我就收下了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看他们流放啊。温将军，这个拿着。您放心，我都懂。流放的路上，我肯定会好好的照顾他们啊！您放心。不，给你银票是叫你折磨他们。照做就是，不要还我。要！您放心，这一路上必定不会叫他们好受啊！看什么看？你懂，还把自己当小公爷呢？流放3000里路，少有人能走到终点，但愿他们也不例外。还特意叫我来看。我这人心胸狭隘，就喜欢看讨厌的人吃苦受罪。料想你也差不多，如何？解气吗？还行。我都为你出气了，不如就留下吧。不想。有何顾虑，不妨说给我听。对父亲而言，我是攀附权贵的棋子；对温承泽而言，我是装饰门面的花瓶；对国公府而言，我是能帮他们填补亏空的财物。对你而言，我又是什么？我孩子的母亲，我的夫人。我只不过恰好在那个时间与你发生了关系，又恰好怀上你的子嗣。还是说，你会对每个怀上你子嗣的女人都这么好？我会对每一个怀上我子嗣的女人好，但我只许你一个人怀上我的子嗣。这要我如何相信？我管得住自己的下半身。那若是我没有这个孩子呢？我决意回京的时候，可不知道你有这个孩子。我不懂。我与温家的关系你也看见了，你猜我为何会在得知温家落难的第一时间赶回京城？看他们的笑话？我也没那么恶趣味。您就有。我是担心你，传言你从未走出过家门，可那天晚上叫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你，有主见，敢作为。我相信温家奈何不了你，却也怕温家落难连累了你。我连夜兼程赶回来，一路上累死了3匹马，某些人却不领情。你这小没良心的。留下来也不是不行。所言当真？只是我父亲免不了几乎要你行方便之门，我不想做他的妻子。我不理他也就罢了，这有何难？这也行。道德只能绑架有道德的人，我这种没用。那好吧，我留下。风吹过他的坟土，让我
我成亲，你怎么比我还开心啊？小姐嫁到好人家，我自然替小姐开心。我都打探清楚了，将军少年从军，多年来无一败绩，军纪严明，无人不服。更重要的是洁身自好。这句就算了，洁身自好的人会去秦香园？那是因为小公爷，呸，温承泽的婚仪，他不得不来参加，又觉得无聊烦躁，才去秦香园里听听曲儿。喜欢他的女子数不胜数，他可是一个都没瞧上眼。惦记的人这样多，岂不是不安全？成亲的消息传出后，不少人上赶着要给将军做妾。将军放出话去，此生绝不纳妾，您就放心吧。我去看看迎亲的队伍来了没有。这么快就来了吗？怎么是你？你这丧门星害我温家至此，我今日便要与你同归于尽！你这丧门星害我温家至此，今日便要与你同归于尽！吓到了吧？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听说他流放路上出逃，想必要来找你的麻烦，我便赶来了。咱俩没什么深仇大恨吧？是你，不然呢？温承泽曾说过，官家都有闹洞房的婚俗，我怕。什么婚俗？不过是借着喜事，将平日里不敢释放的肮脏心思拿出来实践罢了。这你也信？可他们怂包软蛋，hold不住自己的女人，事后不敢向那些狐朋狗友讨说法，只能向弱于自己的夫人寻求男人的尊严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的洞房没人敢当。却又有谁人把那痴情留？谁画把他的眼眸，泪眼此生难放手。小姐，出大事了！昨个夜里，好几个世家少爷都暴毙了。这不是当日闹洞房的几人？我干的。你？我见人记仇，报复心强，欺负过我夫人的，怎能叫他安心活着？我帅不帅？帅。煮一杯新茶，与你共赏这人间幸福。